好，香港法院今天上午10点宣判黎智英触犯香港国安法，判刑20年那而且3名前苹果的高层，什么总编辑执行总编辑也都被判很重都是6、7年到10年那黎智英因为其他人都有求情啦，说希望法院轻判了的，黎智英没有求情自从没有求情，那所以呢，他判了20年那之前有5个案子，4年已经坐牢满了，有一个5年多还没有满，所以呢，这个要分期执行这个20年的18年要分期执行那另外呢，这个他的社长6年9个月，副社长7年，总编辑10年，执行总编辑10年，英文版的总编辑10年所以社长还比较轻因为行政，但你是编辑，负责这个内容的比较重那另外呢，黎智英的太太Teresa 呢叫李运琴那这个在聆听以后呢，这个泪洒法庭之外，当然我想到黎智英78岁了，身体又不是很好，糖尿病什么高血压什么都有然后呢，这个法院说已经减刑了，因为他身体不好，否则给他搞死，判无期徒刑那人权团体说实质上等于死刑，因为如果都78 20年满了，不都100了吗？98了吗？所以等于是死刑了那另外呢，这个说川普曾经跟习近平沟通也没用那另外呢，这个英国首相斯凯尔上个礼拜去跟习近平会谈，也提到黎智英是有英国国籍的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应该网开一面了但是显然香港法院不管所以外界说形同死刑。那黎智英的儿子说英国施压不足，就换句话说，虽然他有英国护照但是呢，英国呢为了自己国家利益呢，也没有真的这个把话讲得很重那所以呢，这个原来是说还没有宣判的时候说营救谈判渴望启动，但是呢，现在看显然没有用。不过他这次还可以上诉了还没有到最后定谳呢，还可以上诉。我们看一下。香港西九龙法院外，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的妻子李运琴一现身，立刻被上百名记者团团包围。李运琴身旁还有儿子黎建恩、黎耀恩，以及香港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等。港警也出动大批警力，拉起人链，让李运琴一行离场。备受国际关注的黎智英国安案9号上午10点正式宣判，香港法院裁定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及串谋煽动，共判处20年有期徒刑。另外6名前苹果日报高层分别被判6年9个月至10年不等，重光团队2名成員則分別被判處6年3個月及7年3個月。黎智英大約9點15分乘坐囚車離開荔枝角收押所，由懲教署人員押送到西九龍裁判法院聽取宣判。其餘8個被告亦都由囚車押送到法院。由於黎智英案開放超過600個旁聽席，不少蘋果日報前員工以及外國駐港領事一早就排隊等候入場。法官呢，佢哋就認為啦，呢個串謀唔單止咧係經過精心嘅策劃，而且係早有預謀。現年78歲的黎智英，從2020年12月起還押至今已超過5年，他也成為蘋果案中唯一沒有認罪者。如今被判處20年刑期，這等於他超過90歲才能出獄。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判刑並非最終定讞，黎智英及辯方仍可依法提出上訴。蓝丹君，我想黎智英的案子其实可以看得出中国的法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就中国的法律是为政治而服务从过去我们看到非常多这一些在中国境内去追求自由、人权、民主这样子的斗士民主斗士，那后来都因为相关的这些国安法罗织入罪之后，有的再也没有出来，有的就在监狱里面就病死离世了那今天黎智英的这个案子，当然大家现在说这个20年是形同终身监禁，也确实我想提醒大家一下，大家回顾一下2008年的时候，当时呢刘晓波案，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当时呢刘晓波是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他起草了一个08宪章，那他当时也希望说可以呼吁这个中国能够保障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人权跟选举，结果后来他就被中国逮捕了，他就被中国抓走了。而且呢，后来其他的国家来去声援他，为什么呢？因为后来2010年
刘晓波就一直不断的被监禁嘛，然后后来2010年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去领奖。当时在这个颁奖台上面呢，就是有空着的一张椅子，那个就是为了刘晓波而放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中国在这个法律面上面呢，它所有的这一些面对民主自由这一些斗士，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打压、打压再打压。那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这个黎智英事件后来被判出来之后，包含这个 G7 哦，其实这个外长也都一起发了联合声明哦，就有提到说呢，中国这样子的一个判决呢，是对自由跟人权的抹杀。那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我想要去追求人权跟自由，然后透过媒体来去发声，这个在台湾社会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是你没有办法想象，在中国这样子的一个集权国家，会因为这样的状况，然后就得被关终身监禁哦。那当然，今天我们陆委会也有提到啦，就是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案子哦，现在当然就是以国安之名行政治迫害之实哦。那我想其他的国家也都纷纷来去做声援，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议题上面，就是不分党派、自由、人权、言论的追求，我想这个是不分党派、不分种族、不分年龄，大家都应该要来共同声援，并且谴责中国这样子戕害民主自由的暴行。好，陆委会警告说，黎智英判20年，台湾人应该以香港的惨痛经验为戒。来，季凯。黎智英今年应该78岁了嘛，判这么重的罪，老讲真的是像这个人权团体讲的，是等同是死刑了。黎智英对我们台湾的媒体，甚至一些重要的事情影响是很大。他那时候在台湾办的这个《苹果日报》一周刊，整个对我们台湾的那个整个环境影响是大的。但看到这么重的这个宣判，老实讲，心里是沉重的。刚讲的不只是民主自由，我们必须要声援它。就站在一个媒体以前膝盖长久是媒体人，你看这次不是只有黎智英，有3个《苹果日报》高层都是判10年。所以老讲这个事情，你说对于以后香港，比如说外人或者是一些媒体人要到香港去，我相信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不过看起来大陆是吃了秤砣水的心了，他觉得是一个国安问题嘛。所以你看，连川普都开口了，没有用。英国的这个首相斯凯尔，他跟他讲说黎智英是有英国籍的，这老讲也都没有用。可是我相对他提醒的时候，我们在声援这个民主自由跟人权的时候，我也要提醒民进党政府，也不要只有消费。这段时间，香港有多少人申请要来台湾？我们的政府、民进党政府，请问你有伸出援手吗？我直到他立委卸任的前2-3个礼拜，我碰到很多前面的案子哦，包括香港一些工商团体或者一些香港的民众要来台湾，层层都是卡关的。不管你只是来这边只是一个旅游，或者是说做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交流，对台湾比较正式的。第一个，在发生很多香港人要来台湾定居或者来台湾的时候，民进党政府没有伸出援手，这个大家已经都是知道的事情了。现在更严重的，最近这1年多以来，民进党政府，你除了消费之外，你有真正为了香港的民主跟自由，甚至他媒体的，你去发声去帮忙他吗？所以现在大家看到你现在这个时候黎智英的事情出来讲话的时候，有没有扪心自问？以后对于香港的民主跟自由，你们多关注，让香港的一些民众要来台湾能够更顺利一点。我补充一下啦，就是民进党对于香港的民主自由，我想从一开始的雨伞运动到后来的这个反送中事件，其实民进党都一直在声援香港哦。我不太知道其他有人是怎么理解民进党的声援哦。所有香港的民运人士在埋怨你们民进党，你把他们丢包了，你晓得吗？在这个时候，当时民进党也希望说，香港的这一些，不管是在政治上的这一些民主斗士，能够来到台湾。当时其实民进党是开放的态度，可是而后确实我们也听到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就说那是不是这些香港人来到台湾？那有些其实有一些民众在当时这是当时的新闻，大家都可以去查。在当时社会其实是有一些反对的，就说那这是不是会去收一些香港难民？那我觉得当然不能认为香港是难民，而是我们去包容更多的这些自由民主的国家也认同这样子的理念的人来到台湾。那现在这样包含在政府对于港人来台的这些审核，我想都是依法有据的来去审核，从来都没有要挡香港人来台。来，谢颖。这次我们看黎智英他被判了，他的判决主文是什么？主要有2个，第一个是叫做串谋勾结境外势力，那第2个叫什么？叫做串谋发布煽动的刊物，他这2项罪名被判了20年，而且他的这个判决书800页这是香港第1宗以香港国安法上路以来第1宗
以这样的罪名来判例的。所以你在这当中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第一个你可以看出说，中国大陆它对于这种所谓的维稳维持稳定，它的一个决心是相当强烈的啊。再来，你也可以观察到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这个外国像川普啊，像英国啊，他们就是说讲说重视这个人权，那他到底愿意付多大的代价去营救黎智英？其实我觉得相当可惜的啊。川普他的影响力其实可以更大一点的，英国也是一样。所以我刚刚赵大哥在讲，有一些媒体说，那你这个营救不利啊。其实我觉得的确是这样嘛，你要付出一些代价，你到底愿意付出多少代价，而不是只是讲一讲而已。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看川普跟英国他们觉得他们的决心其实是还是不够的哈。所以在对台湾来讲，我们要认识到，就是说中国大陆它在这个部分特别是对这种维稳的决心，还有外国真的重视吗？我觉得并没有。这件事我看到并没有。川普的眼里好像比较多的看到是利益是这种所谓的谈判之后的一个交换。但是对于这种人权的议题，我觉得他并不是特别的重视。不过就是说，台湾对香港应该是很关切了因为呢，这个你香港之后，你可能就是台湾了台湾应该有这种兔死狐悲的这种想法那只是呢，蔡英文上次在选举的时候，其实的确香港的这个雨伞运动反送中给蔡英文增加很多选票，就那个时候年轻的选票，那时候增加非常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民进党就是为什么谢凯讲的话，就是说你不能说用后就丢选举你获得那么大利益，然后现在你又斤斤计较，你现在收了多少，可以公布一下数字嘛？你收了多少香港的人呢？数字可以拿出来，数字不会骗人的。我觉得既然大家有这样批评民进党政府，就公布一下数字，大家看看嘛，看看到底你从香港得到那么多政治利益，你付出到底有多少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因为我们一直抱怨其实很多国家都在抱怨美国那个武器到底怎么分配的？为什么我们花了200亿美元就付了到现在武器不来？就说给乌克兰等等，那乌克兰看了战场也打得也哩哩啦啦，也没打得多好当然是那个毅力是很强，守在那个地方，但是也没看他打几个胜仗那到底武器去哪里了？好，川普说改变政策了，以后呢这个顺位不是先到先得，以前是 first come first serve， 现在是呢看你的价钱，买我越多的我越先给，然后越有急迫性的越先给大概就是2个那另外呢这个说前一阵子去年12月美国公布卖台湾大概3100多亿美金，3000多亿的这个武器了那因为赖清德编了一个1.25兆的这个韧性国防预算嘛，所以他说你要买什么，告诉我们买什么也不讲后来这个说有3000多亿是跟国内买，那美国自己公布了3000多亿那就6000多亿了，那另外还有6000多亿买什么呢？说呢美国你再卖给台湾6000亿的军售，不过现在都是报道了 Financial Times 报道了，事实上怎么样不知道。那我们看看呢，赖清德答应说国防预算要占 GDP 的3%，然后2030年要变成5%。那现在各国的状况呢比较多的这波罗的海3小国了，波兰因为就在俄罗斯旁边嘛，挪威那其他德国、英国、法国大概都是2%多一点美国多，美国3.22%，为什么美国多？美国将近1兆美元了，是很多。为什么？它全世界都是他在掌控我不讲过吗？日本有5万，南韩有3万美军，德国有5万美军，中东有5万美军非洲什么其他地方都有所以呢，他光在海外这些军人，那个就很昂贵的还有各种加急等等那另外呢，不过他从军事也赚了不少钱很多武器都要跟他买那我们看亚洲这边，南韩是2.32%，南韩就在旁边就北韩然后呢，日本只有1.8%，所以高速要变成2%，台湾已经到了2.8%，已经将近3%了将来还要到5%所以呢，这个2025年比较，新加坡有3.2%，中华民国2.85%，南韩2.32%，日本1.8%所以我们比上面也许不够，但比下面其实已经花了蛮多军费了，从马英九的3000亿变成蔡英文的6000亿，变成赖清德的9000亿那另外呢，说这个老美要卖我们军售，会不会因此呢，北京就砍掉了这个川习会那美国还是说对台承诺40年如一，我们没变了，我们就是这样子那另外呢，所以呢，这个川普也说习近平年底要来那对台军售会不会有问题？如果说你大陆不给习近平不给川普去，他就
就不可以新兵去美国了啊。那会不会因为这个影响到？一般认为说不会的啊。那另外呢，海鲲号哈，影片说发了一个这个诱标，什么诱标呢？就让鱼雷呢这个找错目标了啊。那说已经有4次了，潜水、潜望镜、尾杆升降过关了，但是中潜、深潜到底怎么，现在不知道了哈。那这个诱标就是水下保命符了啊，去引诱那个雷达不要打潜水艇，打到那个诱标去哈。赖清德说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感动，而且呢，这叫做如潜入深要推进交舰的目标。但是现在潜有深还不知道，我们也希望它成功啊但是呢，这个难度蛮高的了哈。台船说呢，确保安全跟品质，然后呢，希望能够这个。他们希望6月能够交舰了。那蔡英文说，也是替海军跟国军争一口气哈。民进党说，立法应该支持国防，应该理性审查。我们看一下。根据《金融时报》报道，继去年12月的110亿美元的军售案后，川普将启动2.0的对台2次军售，约200亿美元，包括爱国者飞弹、防空飞弹系统以及2套武器系统。而I3增程营，台湾目前已有北中南3个营，也将新增第4营，部署华东地区，从点对点升级到全域联网，也是台湾之盾的关键拼图。但如今这2波军购加上国内产值，大约就是1.25兆元，但这笔钱似乎还没有着落。如今美国议员接连开炮，不仅军事委员会主席维克尔认为在野党删国防预算让他失望，参议员苏立文也直呼这样根本在玩火，连外交委员会主席李契也说对台湾立院卡国防预算深感失望。这其中比较严重的问题是，这中间有资讯的重大落差，很明显的他们被民进党政府严重的误导了。如今郑丽文强调，正规划访美行程，把真正的军购资讯带到华府给美方知道。好吧，海鲲号情况怎样？我们看一下。不只有照片，台船最新曝光前舰空拍影片，让军事迷一睹风采。海鲲号从完成准备驶出港口，周遭还有8艘舰艇全程戒护。海鲲号首次浮航前往下潜测试区进行舵控测试，排气阀开启后准备首次下潜。这次更曝光了珍贵的水下画面。再次浮出水面，测试潜望镜功能以及天线尾管升降，再度下潜发射诱标，影片全记录。海鲲号过去就被直击舷侧后半部一侧有12个圆孔，推测就是用来发射鱼雷、诱标，而诱标就如同可摆脱防空飞弹的军机热焰弹一样，可以说是前舰在水下的保命符。因为现在的这些鱼雷大概都是这种追踪式，可能是音场追踪，或者是像例如说这个使用这种线控式的打出一个这个可能更大的这样子一个音响的这个诱饵诱使这些这个听音的这个追踪这个音响的这些这个鱼雷或它的威胁，去跟踪这些这个更大的这样的音响源。海鲲号密集进行潜航测试，下一阶段将进入深水潜航，检验声呐战斗系统后，目标6月正式交舰。现在美国他说要卖台湾的武器200亿美金200亿美金，那等于6000亿台币，那加上原来的110亿美金，就300多亿美金那等于差不多新台币就9000多亿如果按照这样子，那加上说我们国内采购大概3000亿，它的1.2兆这样画出来的，其实这就符合过去台湾向美国买武器特别预算都这样编的啦。我举个例子 ，F16V 就是这样编啦，就是美国说我给你，我卖给你，我们再编特别预算。中华民国史上国防史上第一次说赖清德总统一降开始说我先给1.25兆，什么东西都不讲我们就说不利来立法院共解，他也不要，使得没有办法，你不要来说明这个案就没办法往前走。那现在来讲，美国说好，我原来就是卖你3000多亿，现在要加码9000亿，那就1兆，那加起来就1兆2了嘛对。6000亿了，3000加6000等于9000亿，以及在国内买3000亿，所以是1兆2000亿，这样数据就多了起来。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是可以审查的。可是现在来讲，民众党提出来的，就刚才主持人在上个礼拜有提到，
民进党提的是前面几年啊，你要讲他也不是全部是潜力啊。国民党提的可能我说啊，一次这个4年我编个6000亿，这里面来讲各党团可以提案，那现在1.25兆大概就那个脉络就清楚了。可是我要提醒一点是，那这些的武器是不是台湾现在面临非常需要的？我们来讲，我们需要维持一个空优的力量，这个空优力量。F-35就非常重要啊，它可以卖给沙特阿拉伯，可以卖给日本，为什么不能够卖给台湾？新加坡也有 F-35，我们开国闭国是我要 F-35，回过来又这个川普又说我改变交货的一个先后顺序哦，不是先到的先卖哦，是什么？你有需要，台湾有需要啊，不是吗？你说2027年中国大陆准备好了要打台湾，台湾有需要啊，价格台湾附价格都比较贵。你讲那个死神无人机，我们贵了好几倍啊，对不对？以价格按照川普讲的价格，我们付的比较贵，优先顺序，难道他也不紧张吗？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按照你的标准，台湾应该赶快交货。我觉得这个川普政府说要再加200亿，我们欢迎。可是我们希望的是。那个原来6000亿赶快给我们吧，钱都付了，物件都没烂啊！而且我希望那个值可以再提高。南永平，民众党之所以提出一个1.25兆它的那个特别条例，它另外提了一个4000多亿的版本。它的版本呢，就根据什么？就是根据原来美国111亿，就3000多亿台币，在战争部上面自己公布的细目嘛，对不对？好。那 Financial Times 现在做了一个报道，他说啊，美国呢还在预备推200亿美金，6000亿台币。那这个某种程度 Financial Times 的报道就证明了蓝白立委在野党立委之前没有审查1.25兆是正确的啊。因为美国现在清单还没有出来啊，他现在才预备要再推而已啊，你还不知道那个内容是什么啊，那就完全证明了赖清德原来就是想赖皮，他就要求在野党蒙着眼睛说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我就要签空白支票，对不对？今天民进党的议员也在现场啊，如果市政府这样子对待议会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市长就说：“来，你们给我2亿台币啊！”议员说：“啊，2亿台币要做什么？你们通通不可以讲。”2个议员在这里，那大家不是送进来，他就送进去，他送进去审查的内容是空的嘛？因为 Financial Times 已经证明了美国还没有决定嘛。好。那美国现在决定要6000亿的清单出来，都还没有。那你现在二方面，民进党又跑到美国去造谣，说你看看这在野党立委不顾台湾的安全都删了预算了，开玩笑。内容清单都还没有送审，都还没有审，他要如何删呐？你要骗人也要有个根据嘛！国民党实在是对美关系不行啦，你们立法院赶快组一个团去跟他讲嘛！就空的没有嘛！你战争部列的就是这些细项，那你的200亿美金的6000亿台币的内容就还没有，那都没有内容，你叫我们要如何审查嘛？我觉得今天台湾再怎么亲美，你赖清德再怎么抱美国大腿，你不能够台湾没有尊严到把这些民意选出来的立法委员都踩压在地上，一点尊严都不给他们嘛？你让他们什么都不晓得的情况下通过通牌授权，这样合理吗？我觉得国民党应该发表一个声明了，说你们党团就是说呢，原来之所以没有通过1.25兆，没有交付审查，是因为没有内容嘛，是张空白支票。那现在既然美国已经之前12月公布了3000多亿嘛，现在Financial Times说又还要再卖6000多亿，如果这是属实，美国如果公布这些项目的话，国民党团就可以审查，就可以审，不需要审。我觉得你们应该先表态，免得人家说你们就是抗中保台，这个什么叫做什么亲中卖台啦，就不审这些预算啦，干嘛背这个帽子？你如果现在就事先表态嘛，
如果说真的是真，我想他是有他的来源啦，他们美国报纸不会乱登了。如果真的他愿意6000多亿，应该编出来，告诉我们是什么，就可以审查啦。对，但是这就是正常，我的意思说，正常审查预算的。我的意思说，你国民党应该表态嘛，应该要讲出来，不是只是你讲他讲有什么用呢？你国台没有讲出来，有项目我就审嘛，没有项，而且这样可以撇清以前不审，解释为什么以前不审的理由嘛。那以前没有项目，现在就有项目，我就审啊。为什么不审呢？我当然就审了。对台湾有利的，能够帮助台湾防御的，我听说好像是这个防御的飞弹呐，然后呢多重的这个系统啊等等，海马斯啊等等，那是对台湾防御有功的嘛？那不是一个攻击性的嘛？如果是一个这个防御性的武器，保护台湾，为什么不通过呢？没有不要通过。以前是因为不知道项目是什么，我觉得国民党要讲清楚了。休息一下再回来。